村里没钱装自来水，我直接捐了100万。后来才发现自己家离主管道50米没铺，于是提议村委会把主管道铺到自己家门口。可村长一听却说这样不公平，水不通的时候他们跟你讲奉献，钱捐了之后他们又跟你讲规矩。我一听也笑了，连夜找来施工队，带着挖掘机开进了村，把他们刚铺好的管道直接挖了。在外漂泊闯荡20年，我创下了一份不小的家业。如今公司交给儿子打理，女儿也在国外学业有成，便起了落叶归根的念头，回到生我养我的小山村，想着陪陪年迈的父母，过几天清静日子。谁知刚回来没几天，村长就上门了，愁眉苦脸地说起村里吃水的难处，提议集资搞自来水工程。我看父母年纪大了，挑水实在吃力，当场就认捐了60万。消息传开，村里人见了我都笑脸相迎，都说我做了件大好事。可好心情没维持几天，村长开始频繁登门，先是说要换更贵更好的防冻管，接着又说预估的水泵功率不够，后来甚至提到水源地需要加装净化设备。我就像被架在火上烤，陆陆续续又添了40多万，10几公里的管道网络还没铺完一半，前前后后已经掏了将近100万。我晓得你不是心疼这些钱，他们是看准了你为了爸妈高兴不会撕破脸，这才得寸进尺，一步步试探咱们的底线。想想我娘家那边，当初通自来水，咱家也出了50多万，事情办得就挺漂亮，连带着把山上的蓄水池都修缮了。等咱们村这水彻底通了，他们总该没借口再来了。再说了，村里种香梨，搞草莓大棚，哪一样离得开水？以后灌溉用水，多少还得靠你帮衬。说到底，他们有求于你的地方还多，差不多就该知足了，不会把事情做绝。我觉得妻子说的有道理，也就默认了这番话。没想到3天后，村长又敲响了我家的门，开口又要8万，理由还是老一套，说家装的净化设备型号需要升级，不然水质检测通不过。他坐在那里唉声叹气，仿佛我不拿这笔钱就是断了全村人的活路。志强啊，这钱要是不到位，施工队那边工人的工资可就悬了，都是附近村里来干活的老乡，挣点辛苦钱不容易，哪能跟你这大老板比？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。前前后后我100万已经给出去了，这个数目到底能办多少事？你心里应该比我更明白。这8万对你来说不就是9牛1毛吗？让乡亲们早日喝上放心水，这是积德行善的大好事啊！我给你钱是让你办实事，不是让你把我当冤大头。工程款到底是怎么没的，花在了哪里，你心知肚明。李志强，话不能这么说，人不能忘本，吃水不忘挖井人。这工程你出了大头，眼看就要成了，就差这临门一脚，你总不能看着它黄了吧？你就当是成全大家，也成全你自己的名声。话就说到这儿，彼此留点余地，你把剩下的事规规矩矩办好，之前的事我可以不再追究。我这话是说给明白人听的。村长的脸色红了又白，站在院子里尴尬的不知所措。我拿出的那将近100万，恐怕大半都落进了他自己的腰包。人有点贪心可以理解，但总得有个限度。他清楚我知道他中饱私囊，可他却不知收敛，开始在村里挨家挨户的筹款。我也是没办法，志强答应出的钱不够，这管道都铺了大半了，总不能烂尾吧？我厚着脸皮又去求他，可他说啥也不肯再添了。没办法，为了咱们自己能早日吃上放心水，大家多少都凑一点吧。最后家家户户都被迫拿出了几千块钱，填上了他说的那个8万的窟窿，而我也因此在村里落了个为富不仁的坏名声。我爸是个极要面子的人，为此天天在家生闷气。你好歹在外闯荡几10年，怎么越活越回去？一点人情世故都不懂了，100万你都掏了，怎么就卡在最后这8万上头过不去？让全村人都念你个好，记你的情，这多值当呀！今天他拿走了这7、8万，明天再来要7、8万怎么办？后天呢？这就是个无底洞。你把人心都想得太险恶了，这是老家，不是你在外头打拼的那个社会，村里人能有什么坏心思？你就是想太多了。老爷子一生要强，从没被人这样在背后指指点点过，他心里憋着气，跟我闹得很不愉快。妻子劝我把村长贪污工程款的事情捅出去，让大家都明白，但我心里清楚，村长在村里经营了20多年，树大根深，威望不低，看他儿子平时在村里横行霸道，却无人敢管的样子就知道了。现在撕破脸未必能讨得好，等过完这个年，咱们就回省城。不是说好留下来多陪陪爸妈吗？村里人大多心眼直，好的坏的都摆在脸上，要怪就怪那个从中捣鬼的人。既然没办法让所有人都满意，那至少先顾好我们自己。从今往后，村里的事我一概不再过问，他们有他们的日子要过。也许一开始我就不该回来。经历了漫长的等待，村里终于通水了，看着清澈的自来水从水龙头里哗哗流出来，家家户户都喜笑颜开。可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，这水管铺的让我心里堵得慌。主管道离我家50米远，连我家的接口都没有。这次我主动去找了村长。村长，我妈年纪大了，腿脚不好，每天挑水实在不方便，你看这水管能不能就从主管道上分个叉，接到我家院子里？哎呀，志强，这事可没你想的那么简单。村里的自来水那是集体财产，是大家的福利，管道怎么铺，支管接到哪家，不接哪家，那都是村委会集体讨论，统一规划好的。规划？为什么规划里独漏了我家？
你这不是搞特殊化吗？这是我一个人可做不了主，你得去征求全村人的同意，看大家让不让你搞这个特殊。不过嘛，以眼下大家对你这态度，我看悬。当然了，还有个办法，你给村里捐建个更大的水塔，把储水容量翻一翻，显示你的诚意。到时候我再去做大家的工作，给你家接个水管，那还不是顺理成章的事？做梦！你别不信邪，我当了这个村长20来年，村里大事小事没有我点头，谁能拍板？我这也是为你好，你不在乎名声，总得替你爸妈想想吧。2位老人7老80了，难道你想让他们天天被人戳脊梁骨，说儿子有钱却连口水都让爹妈挑着吃，唾沫星子也能淹死人呐？这样吧，你额外再捐个80万建水塔，这事我也就多费点心给你办了。村长简直是狮子大开口，我自然不肯当这个冤大头，他索性彻底撕破了脸皮，召集了全村人在村委会前开会。乡亲们，今天把大家叫来，是有件事要咱们集体拿个主意。李志强找到我说他家也要接自来水，要求我们从主管道上单独给他家开个口子。我就想，这村里的水是咱们集体的水，虽然他捐了钱，但功劳不能当特权使啊。咱们做事是不是得讲个公平公正？我是大伙儿选上来的，我不能光认钱，不认咱们的乡亲情分，所以这是得大家伙儿说，能不能给他开这个特例？对，不能搞特殊，水是大家的，他捐款是他自愿做好事，哪有做了好事就要特权的道理？真有钱还在乎这点水，为村里办事就该任劳任怨，出钱出力都是应该应分的。大家别忘了，管道铺到一半，是谁摆挑子不肯再出钱的？又是谁为了咱们能用上水，挨家挨户说好话筹钱的？捐钱是捐钱，接水是接水，两码事，不能混为一谈，不能因为他出了钱就破坏规矩。就是捐款讲的是自愿，无私。要是捐点钱就想捞好处，搞特殊，为这好心可就变了味了。咱们做事就得一碗水端平。一时间，我仿佛成了全村公敌，走到哪里都能感受到异样的目光和窃窃私语，甚至有人扬言要去举报我，说我赚的都是黑心钱。你这不孝子啊，真是气死我了！拿了钱还计较那么多干嘛？我宁愿每天去挑水，也不想每天被人指指点点。一连几天，我爸气得饭都吃不下，在家里痛心疾首地埋怨我把路走绝了。相比之下，有些轻微老年痴呆的母亲反而更明事理。你爱当老好人，你去当，别扯上我儿子儿媳。你这辈子就是这毛病，宁可自己一家子勒紧裤腰带，也得把最后那点粮食借给别人。早先儿子儿媳要接你去城里享福，你不去，非说离不开这老窝。行，年后我跟着儿子走，你就烂在根里吧。父亲固执地认为是他儿子不会做人，才招来这些非议。他放下面子，提着礼物，代替我一家一家赔笑脸，说好话。可他的卑微并没有换来理解和宽容，念旧情的人不过讽刺几句，更多的人直接冷下脸，有的甚至当着他的面把东西扔出来，叫他滚远点。那些尖酸的言语像刀子一样扎在老人心上，他孤零零地站在人群里，脸涨得通红，最终低下头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这时，村长又适时地站出来，扮演起和事佬的角色。各位乡亲，少说2句。李叔年纪大了，他也是为了孩子，不容易。这事跟他老人家没关系，大家看在我的面子上，都散了吧，别为难李叔了。或许是被伤透了心，也或许是极致的难堪带来了清醒。父亲突然抬起头，眼神里透出一种之前没有的清明与悲凉。我儿子前前后后为咱们村通水这个事拿出了100万，是100万，不是100块。咱们村前些年是个什么光景？你们难道都忘了吗？过去村子穷的叮当响，年轻姑娘都不愿嫁进来，是我儿子教大伙科学养猪养羊，种农产品，是他拉下脸到处求爷爷告奶奶，请来外头的老板高价收购村子里的东西。现在你们端起碗吃上饭了，就要放下碗骂做饭的人吗？这番话像是一块石头砸进了平静的池塘，人群先是寂静，随即炸开了锅，各种难听的话纷至沓来。谁家没穷过？当年就属你家最穷，要不是东家一碗粥，西家一口饭的接济，你这儿子能养得活，能有今天？端起碗吃饭，放下碗骂娘，这话说的不就是你们自己？咱村的羊肉出名，那是咱们水土好，人勤快，跟你儿子有啥关系？死金子迟早会发光，你怎么不说你儿子当中间商，从咱们身上扒拉了多少层皮，赚了多少黑心钱？看看隔壁村，人家在外面发了财的，都是带着老乡出去见世面，谋活路。你家倒好，俺人都摁在这山沟沟里继续种地，现在连口水都想搞特殊，凭什么？父亲呆立在原地，像一尊骤然风化的石雕。过了许久，他才极其苦涩地喃喃地吐出一句：变了，都变了，不是从前那样了。父亲在众人那里受了7尺大辱，回来之后，整个人都蔫了，话变得极少，饭也吃不下几口。他答应年后就跟我回省城，再也不管这些闲事了，和母亲安心养老。得到他这个承诺，我心中一块石头总算是落了地。第二天清晨，我发现停在自家院外的车被人划了2道长痕。见状，我立刻联系4S店，得到的答复是损伤面积大，
预估费用20万元。我直接去找村长，要求调看村里路口的监控。村长却嗤笑一声，摆出一副义正辞严的架势，指责我侵犯村民隐私。我不再与他废话，当着他的面拨打了报警电话。一见我真报了警，他脸上闪过一丝慌乱，转身拿起村里广播的大喇叭，把左邻右舍都喊了过来，装模作样的大声询问是谁干的。闹哄哄的问了半天，一个守村人被一个矮胖的中年妇女推了出来。干啥？我儿子智商低幼，不懂事，瞎划着玩的。你一个大老板，不会跟他较什么劲吧？去修修不就完了？值当这么兴师动众，吓着他你负责啊？是啊，志强，你这车我认识啊，雷克萨斯嘛，补个漆花不了几个钱，不过既然花了，该赔还得赔点。那女人闻言，极其不情愿地从裤兜里摸出2张皱巴巴的100元钞票，随手扔在地上。就200，多了1分没有，俺要不要？不久，镇上的帽子叔叔赶到了。见到帽子叔叔，村长和那女人的态度立刻来了个180度大转弯。我真是命苦啊！丈夫在外打工，留我一个人拉扯3个孩子，照顾体弱多病的公婆，还要被人欺负。帽子同志，你们一定要给我做主啊！帽子同志，他家确实是咱们村的困难户，不容易。要不这样，我再个人垫上2000，加上这2百，怎么着也够修车了吧？都是乡里乡亲的，以和为贵吗？我没说话，直接将4S店出具的定损单递给了帽子叔叔。又是你们村，上次去隔壁村闹事，还没长记性。这是雷克萨斯 LS 系列，落地价100大几十万。这定损单写着，损伤严重，维修更换费用预估20万。帽子叔叔的话如同惊雷，炸得围观的村民目瞪口呆，村长更是失声叫道不可能。可当帽子叔叔把定损单拍到他眼前时，他脸上的血色刷一下退得干干净净，额头冒出冷汗，立刻对我挤出一副比哭还难看的笑容。志强兄弟，你看这误会都是误会，咱们一个村住着，打断骨头连着筋，他家确实困难，这20万不是要他的命吗？你大人有大量，这钱要不就算了吧，我保证以后。那女人一听说要赔20万，当场就炸了，她猛地一把揪住村长的衣领，声音尖利的几乎刺破耳膜。刘国栋，你个王八蛋，当时怎么跟我说的？你说尽管去划，出了事你兜着，钱你来赔20万，我的天爷啊，你这是把我往死里坑啊！村长吓得魂飞魄散，急忙想去捂他的嘴，但已经晚了。帽子叔叔敏锐地捕捉到了关键信息，厉声要求立即调取监控。监控画面清晰地显示，就在前一天深夜，村长、他儿子还有这个中年妇女3个人鬼鬼祟祟地围在我的车旁，指指点点商议了半天，最后由那女人动手，狠狠地划下了那2道痕迹。事实很清楚，不管是谁指使，动手的人是他，赔偿责任就主要由他承担。如果协商赔偿不了，那就依法处理，改拘留，后续车辆损失，保险公司也会进行追偿。那女人一听可能要被拘留，还要背上巨额债务，彻底豁出去了，一把揪住村长的衣领。刘国栋，你亲口说的，你说李志强太嚣张，得给他点颜色看看。事成了，你给我儿子在工程队安排个轻生活，出了事你全扛。现在想撇清，没门！20万，你今天不拿出来，我跟你拼了！胡说八道，血口喷人！你自己画的车，关我什么事？帽子同志，他诽谤他，我呸！暴怒的女人一眼瞥见院墙边靠着的锹，冲过去抄起来就要往村长头上劈。幸亏旁边的帽子叔叔眼疾手快，拦住他夺下铁锹。这场闹剧让村里彻底炸了锅。那女人后来拖家带口来我家门口跪着哭求过几次，吃了闭门羹后也不敢再来了。她开始满村子借钱，求爷爷告奶奶，也就凑了1万出头，离20万遥不可及。绝望和愤怒让她走哪骂哪，把村长那点龌龊事抖落了个遍。村长吓得缩在家里，好些天不敢露面。而我趁此机会联系了施工队，隔天他们便开着挖掘机浩浩荡荡的进村。村民们起初还好奇地张望，以为是村长又找了人来扩建水管了，但很快他们就发现不对，挖掘机将埋在地里的水管全部挖了出来。村民们顿时慌了神，我则站在一旁指挥着施工队。这水泵和水管是我公司名下购入的设备，现在我决定收回，谁要阻拦，一切后果自负。施工中难免有意外，碰着伤着，该赔多少钱我赔得起。这话带着冰冷的意味，看着那些重型车辆，再想想我的话，原本围上前的人都退缩了，挖掘机前进一下，人群就退一步。眼看挖到了村长家门口，村长终于从家里冲了出来，还想要对我动手，被我提前安排好的2个伙计按在了地上。李志强，你有几个臭钱了不起啊？你这是破坏集体财产，无法无天。你说的对，有钱是没什么了不起，但收拾你够了。他刚才嘴巴不干净，替他清理，一个耳光5000块，打够10个，让他醒醒神。2人抡起巴掌就朝村长身上招呼，围观的村民全都吓傻了，鸦雀无声，只有那个欠我20万的女人充满快意的叫好。好，干得好，这黑心烂肺的，活该！10个结结实实的耳光打完，村长半天没回过神，我等他稍微缓过气，才慢条斯理地问：谁打的你？喂，没人，
我自己摔的，撞门框上了。我点了点头，随身拿出一沓厚厚的100元钞票，递到他眼前。他惊恐地往后缩，双手乱摇。不要钱，我不要了，我不敢了，再也不敢了。不要，通知来水整个工程实际成本不到60万，我出了100万，剩下的40万去哪儿了？你不是最喜欢钱吗？怎么现在怕了？此言一出，周围的村民一片哗然，互相交换着震惊和猜疑的眼神。没有，我没拿，是施工队报价高，他们黑心。哦，那好，你现在就给施工队负责人打电话，打开免提，让他把工程预算明细、采购合同、付款凭证当着大家的面说清楚，或者咱们直接报警，请帽子叔叔来查账。搜他家，合同肯定藏在家里，40万啊，咱们的血汗钱。这句话瞬间点燃了村民的怒火，想到自己凑的钱，想到刚刚失去的自来水，怀疑和愤怒淹没了他们对村长的敬畏。眼看局势失控，村长知道抵赖不过，竟也生出一股破罐破摔的蛮横。我是拿了40万，怎么了？我跑前跑后，联系工程队，监督施工，协调战地，我容易吗？我拿点辛苦费、跑腿费，不应该吗？没有我，你们能这么快吃上自来水？呸！你当初怎么说的？为乡亲们办事，累死累活也心甘情愿。原来你的心甘情愿值40万，赶紧赔钱，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。好你个刘国栋，志强出的钱原来都为了你这头饿狼，40万，你心也太黑了。你协调个屁！拔精选只是李志强请的技术员，买管材设备是李志强联系的渠道，养猪种梨的销路也是李志强找的。你除了伸手要钱、中饱私囊，还会干什么？你们现在装好人了，当初是谁在背后骂李志强为富不仁呢？是谁嫌他60万出的少，怂恿我再去要钱的？是谁说他爹妈老不喜，说他老婆孩子嚣张的？画车的主意还不是你们有人撺掇，说给他点教训。现在出了事，全推到我一个人头上，你们有一个算一个，谁比谁干净？这番互相揭短，让场面更加混乱不堪。人群将目光投向我，脸上堆起讨好和哀求。李老板、李总，咱们知道错了，都是刘国栋挑拨离间，这水不能停啊，没水日子怎么过？你行行好，把水管铺回去吧。是啊，志强，咱们一个祖宗传下来的，打断骨头连着筋，之前是我们糊涂，听信小人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包跟我们一般见识。你看，你钱也出了，力也费了，现在把设备拆走，不是前功尽弃，白白损失吗？何必做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呢？听着这些虚伪苍白的求饶，我没有理会任何人，指挥着施工队将管道全部挖出，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几天后，我带着父母妻儿准备开车离开村里时，竟被不少村民拦住了去路。志强啊，你们这一走要什么时候才能回来？要不先把水通了再走吧。对，大伙都知道错了，你就看在同村的份上，把水通了吧。闻言我没有回答，只是示意司机加速，汽车扬起尘土，将他们和村庄远远地抛在了身后。回到省城，安顿好父母后，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公司法务部门启动程序，撤出在村里种植项目上的全部投资。律师很快与村里对接，并带去了我的最终决定。由于村里多次违约，且营商环境严重恶化，我司决定终止合作，并依据合同条款追究其违约责任，索赔金额300万。这个消息无异于另一场地震，村民们刚刚经历了自来水得而复失的打击，又面临天文数字的索赔，顿时乱作一团。惊恐之下，他们本能地将所有责任推向已经威信扫地的村长，声称合同是村长签的，债务自然该由他承担。村长听到300万的数字，差点当场晕厥。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，我看你能拿我怎么办？刘村长，这是正式的律师函和部分证据复印件，我方证据链完整，事实清晰。如果你方无法履行赔偿义务，我们将以合同诈骗或涉嫌非法吸收公众资金等罪名提起刑事诉讼。一旦罪名成立，10年以上有期徒刑是跑不掉的。现在赔是民事纠纷，现在不赔，以后恐怕就得在狱里慢慢还了。该报应，这下看你吞下去的钱烫不烫嘴。村长彻底崩溃了，他哆哆嗦嗦地拿出了还没来得及焐热的40万赃款，又变卖了些家当，东借西凑了10万，但这离300万仍是杯水车薪。开庭前，他通过各种关系传话，想再见我一面，打感情牌。我没有给村长任何机会，最终他因职务侵占和合同诈骗数罪并罚，被判有期徒刑8年，锒铛入狱。村长倒了，但村里并未迎来新生，冰冷的现实摆在面前，自来水没了，种植项目黄了，曾经稳定的收购渠道也断了。那些看在我面子上收购村里农产品的经销商纷纷取消订单，而南方最大的收购商赵总甚至亲自去了一趟村里，不是为了收购，而是终止所有合作，并商讨违约赔偿的细节。面对赵总，村民们还想摆出以往的可怜相，七嘴八舌的诉苦求情，但赵总只是冷冷地扫了他们一眼。你们村这几年是怎么富起来的？心里没数吗？没有李总提供的优质种苗、技术指导，没有他一手搭建的销售渠道，没有他用自己的信誉给你们担保，你们的猪羊能卖上价，乡里能成名牌。端起碗吃肉的时候嫌肉不够肥，放下碗就敢骂厨子，还想砸锅。这天底下没有这样的道理，路是你们自己选决的，
后果也得自己担着。赵总的话像一盆冰水，浇醒了部分尚存侥幸的人，但醒悟已经太迟了。第二年，村里残存的农产品和牲畜价格跌至谷底，即便如此，仍有大半烂在地里。不到半年，许多人家便难以为继，年轻人再次踏上外出打工的漫漫长路，村庄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凋敝破败。与此同时，与我老家一山之隔的邻村，村长带着诚意主动找到了我，我们进行了深入的洽谈，很快签订了合作协议。短短2年间，邻村不仅完成了高标准的饮水工程，还大力发展起有机果树种植，建立了现代化的农业合作社，家家户户收入翻了几番，小楼小车比比皆是。在一次合作项目的竣工仪式上，邻村的老村长紧紧握着我的手，眼眶湿润。李总，咱们全村老小都记着您的好，吃水不忘挖井人，致富不忘领路人。您放心，在咱们这儿绝不会让您寒心。邻村很快成为全省乡村振兴的示范样板，备受瞩目。而我也因为持续投资农业，助力乡村，被评为省级杰出民营企业家。我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公益事业，在全国多个贫困地区捐建饮水工程。希望小学，我希望真正的善意能得到珍惜，有能力回报桑梓的人不会重蹈我的覆辙。偶尔还能听到一些关于老家村子的消息，据说他们只能远远望着邻村的红火日子，眼红之余，蹲在墙根下嘀咕些酸溜溜的闲话。村里的那口老井又成了最热闹的地方，只是挑水的背影大多佝偻而苍老。